乌克兰危机中的德中俄三角，中国将成为德国对抗美国的重要筹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发生在欧洲的乌克兰危机牵动着全球战略格局的变化。美国一直认为自己在乌克兰战场投入了巨额的赌注，成为局势掌控者。但是最近发生的几件事让拜登政府心里发毛。一是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与中国领导层进行了电话沟通，德国总理舒尔茨还不断替中国说话，要求西方不要试图孤立中国。二是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访华，转交了普京的亲笔信，中俄进行的高层次战略互动意味深长。三是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中国外长沟通时，得到的却是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警告，对话以失败告终。亚洲时报认为，布林肯非常关切德国总理与中国的频繁互动，舒尔茨更是直言希望中国发挥对俄罗斯的巨大影响力，斡旋乌克兰危机。梅德韦杰夫访华时表态，俄罗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俄乌冲突，这就引发了外界进一步的联想。要知道，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还是在两项明斯克协议的谈判中发挥了开创性作用的人物。他阐明了协议中规定的事件顺序，为8年前危机的解决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当然，这一切现在都已经成为过去。默克尔日前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承认，明斯克协议是西方企图为基辅重新武装争取宝贵时间。但是不管怎么说，施泰因迈尔这个人等于贴着谈判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标签，所以当德国总统与俄罗斯领导层都在与中国沟通如何解决乌克兰危机时，布林肯似乎察觉到了不对劲儿。美国人认为这两件事可能并不是巧合。另外一个引起关注的原因是，中国与德国、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都相当好。中国表示，中德始终是对话、发展、合作的伙伴，始终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伙伴。中国还表示愿与俄方一道，推动新时代中俄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在解决乌克兰危机时强调坚持劝和促谈，施泰因迈尔和梅德韦杰夫也都表态要积极促和。当布林肯与中国外长对话时，中国强调自己始终站在和平一边，站在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一边，站在国际社会一边，劝和促谈，继续以自己的方式为化解危机发挥建设性的作用。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中国与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战略互动呢？其实布林肯可能真的想多了，中国就是想牵头斡旋乌克兰危机，目前可能也办不到，因为中国很难影响泽连斯基政府的态度，特别是在乌克兰政府认为自己有机会赢得战争的当下。其实德国与中国关系的亲近，主要原因是德国需要利用中国的力量，把中国当成对抗美国影响力的筹码。在美国想继续通过全力支持乌克兰的方式与俄罗斯进行一场代理人战争时，德国则需要通过与中国的沟通来释放促成和平解决危机的信号，而且呢，要把这种压力传递给美国。实际上，德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是非常屈辱的，一方面要承受高昂的能源价格，一方面被逼着给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而且呢，还要调整持续了几十年的依赖俄罗斯的能源结构，甚至呢，不得不增加对美国高价能源的进口。美国的石油公司厚颜无耻的以3到4倍的价格向德国出售天然气，以赚取暴利。拜登政府还通过降低通胀法案，诱导德国工业向美国迁移，北溪天然气管道被破坏一事。德国人对国家恐怖主义的幕后黑手也有相当了解，但又不能明说。所以在欧洲大国之中，德国可能是因为俄乌冲突被收割得最惨的国家之一。现在德国很有可能把乌克兰和谈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或者说想利用中国独特的地位来制衡美国。所以不管中国有没有能力斡旋乌克兰危机，
只要我们去做了，只要俄罗斯和德国都相信中国能发挥作用，那么真正感到难受的可能就是美国人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